中国陕西省延安，这里曾经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以前长期的大本营。1969年1月，只有15岁的习近平就借着毛泽东发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来到延安地区所属的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村。习近平当时很清楚，中共曾经长期作为根据地，作为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的延安，在中共建政20年之后，仍然极为贫穷。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而流放一般指的都是放逐罪犯的荒无人烟的边远地区。而当时到梁家河的知识青年，实际上也和被放逐的罪犯差不多。据2018年5月出版的纪实文学《梁家河》中的叙述，梁家河插队的15名知青中，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遭受着批斗。但是尽管上山下乡并不是好出路，总比进北京少年犯罪管教所的黑帮子女学习班要好。于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习近平选择到梁家河下乡。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讲，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后来习近平还曾经感慨地说，经过这么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习近平对文革的厌恶还是相当深的。于是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讲，1969年1月，我作为黑帮子弟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但是陕北农村的生活远远没有那么诗情画意，农村的现状令知青大吃一惊，交通不便，缺柴没电，常年粗粮酸菜，跳蚤咬人，浑身瘙痒。开始时，习近平对于乡下的生活十分不适应。纪实文学《梁家河》叙述道，习近平很苦闷，但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又岂是苦闷2个字能说得尽的。15岁的习近平很快就学会了抽烟，染上了烟瘾。但是学会抽烟的目的并不是消愁，而是要干活偷懒。当时的劳动强度太高，习近平自己回忆说，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你烟瘾上来了，可以坐在旁边抽一袋烟，甚至可以说我们抽烟就是这么学会的。老想去偷懒，干着活说咱们抽烟，抽烟咱们就可以休息一会儿。后来是去方便一下，就可以休息一下，就找这个借口，哪能撑得住呢？当时毛泽东号召知青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然而习近平和几乎所有的知青一样，根本没有扎根的想法。最早习近平是逃犯心态，到农村躲过追击关押再说。习近平说，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什么上班上工干活，我是不去的。其他同学都是很规矩，我是不去的。几个月之后，习近平实在忍受不了农村的艰苦。纪实文学《梁家河》叙述说，习近平坦言他当了一次逃兵。几个月后，习近平向梁玉明请了假，回京探亲，其实就是跑回了北京。
梁玉明当时是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革委会主任，就是大队长。但是习近平没想到，因为失去了北京户口，北京当地公安将他当作盗留人口抓了起来。也就是说，曾经在北京属于人上人的高干子弟习近平，在1969年曾经也被当成是北京市的低端人口。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忆说，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习近平说，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盗留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4、5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被派出所关押几个月以后，习近平被释放，但是当时习近平的父亲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母亲齐心带着他的弟弟习远平被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的中央党校5期干校劳动，2个姐姐都去了内蒙古。也就是说，习近平在北京实际上是无家可归的。习近平想起在太行山地区的姨妈和姨父。习近平自己的回忆说，他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是谁把他送到太行山去的。但是习近平自己回忆，他见到了他的姨妈和姨父。他的姨妈是齐云，当年他带着只有13岁的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前往延安投奔中共。他的姨父叫魏振武，又名魏建，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建政以后，担任过农业部副部长。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写道，我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129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习近平还回忆说，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习近平从小只听到过父母的一些正面大道理，要革命，要团结，并没有具体体验。父亲习仲勋下台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面呈庭训。此时姨父姨妈的话虽然并没有直接挑明什么秘诀，听起来却也如雷贯耳，唤醒了习近平一个迷蒙中的重要直觉，那就是历史上党的干部就是这样先下后上的，先在农民中一起吃苦，然后才能当上干部。这便是很多中国人所信奉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在大道理之下，姨妈和姨父摆明了不愿意收留当时只有15岁的习近平。坊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1968年年底，习近平在前往梁家河之前，曾经到父亲习仲勋的家乡陕西省富平县去投奔习家的亲戚，但是习家的亲戚都怕受牵连，不敢收留他，习近平才被迫到梁家河去的。所以在自己无家可归，父母双方的亲戚都不愿收留的情况下，习近平此时别无选择，只能回到梁家河去求得当地人的帮助。习近平回到了梁家河，但是他并没有从苦闷中回过神来。习近平回忆说，梁家河的10几个知识青年很快就全走光了，孤身一人又无处可去的习近平，除了大力接近农民以外，别无选择。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就是上山下乡到陕北，
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据说习近平的肯干和能干赢得了梁家河人的赞誉和佩服，他的诚意也打动了梁家河的农民。梁家河人对习近平也的确很不错，平日里就有4、5个小伙子陪着他，在他的窑洞里睡觉，生活上也挺照顾。不过跟绝大多数知青一样，习近平在农村纯属过客心态，从来没有放弃幻想着有朝一日离开农村。1970年，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在给习近平的信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下乡知青有机会努力争取上大学。齐心当时尽管人在河南省西华县的中央党校5期干校劳动，但毕竟仍是中央党校的干部，应该是听说了中共中央准备恢复大学招生的消息。从1970年开始，中国的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招生制度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法。招生对象要在工厂、农村、军队基层有3年实践经验。党团员由于政治身份优越，自然有被选中的优势。从1970年到1976年，一共招收了94万这些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生。齐心在写信给习近平的同时，也写信给梁家河党支部，请求帮助习近平追求进步。据中新网2018年7月1日刊登的《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一文，母亲齐心还特意给大队支书梁玉明写了一封信，恳请支书好好管教近平，帮他渡过难关。这封妈妈来信大有意趣，它是日后习近平得到推荐照顾的早期铺垫，既对社队基层干部给足了面子，又为照顾习近平打了招呼，却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干部父母搞口头或书面的强索特权、走后门那样难听难看。在习家恢复名誉之前，做到了恰到好处，不疾不徐，委实是聪明的一招。经过了延安整风和几十年党内斗争的风风雨雨，齐心出招，不露破绽，心照不宣，水过无痕。梁家河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小干部们无不受宠若惊，觉得习近平非同一般知青。从此，争取上大学成了习近平的真正动力。他们母子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入党入团是必要的晋升之阶。正是在这一期间，习近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但是由于习仲勋的黑帮身份，习近平加入共青团也是花了很大力气。习近平自己回忆说，入团也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8份。他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交给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是支书把申请书扣下，没有递上去。于是习近平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自己的窑洞吃了一顿饭，1盘炒鸡蛋，2个热馍。以当年梁家河那种艰苦的物质条件，习近平这么做近乎是向大队支书行贿了。习近平回忆说，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地？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就是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等阶级敌人的子女，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上是划归另类，歧视对待。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儿？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
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就这样，不服气的习近平一连写了8份入团申请，终于公社团委书记直接找到习近平谈话了解情况。据习近平回忆，他们一起聊了5天，最后就成为死党。习近平终于入了团。加入共青团之后，加入共产党就自然成了习近平的下一个政治目标。比起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共青团员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后就要超龄离团，并不是一个永久政治身份，而共产党员则是向上发展的必经之路。为了达到目的，习近平先后写过10次入党申请书。当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还在被监管中，属于黑帮，因此习近平的入党申请几乎肯定是不会被批准的。尽管政策上都是冠冕堂皇，什么有成分论、不为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习近平这样的黑帮子女，只要和黑帮父母划清界限，也可以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是可教子女。但是实际上，敌我矛盾家庭出身的子女基本上都成了不可教子女，要加入共产党比登天还难。尽管政策上不是这样说的，党章上也没这样写，但是内部掌握的那条红线更说了算。不过习仲勋这吓人的反党集团到底属于什么性质？不要说基层党组织说不清楚，报到县委省委也没有人敢下断语。1968年1月3日，在周恩来的直接关照下，经毛泽东批准，习仲勋被接到北京，送到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监管，不再被外界批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保护措施。这也说明毛泽东对习仲勋并没有想置于死地。1971年913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引发中共党内重大变故，更给受审查的人们增添了希望。比如林彪夫妇坚决打击的罗瑞卿，其子女就有了会见父亲的机会。齐心和孩子们写信给当时中共第2号人物周恩来，请求见一见被关押中的习仲勋，并且解决在北京的住房问题。周恩来很快批复解决了这些问题。于是齐心带着习近平等4个孩子在1972年见到了习仲勋。此后全家人每年都可以在北京探视习仲勋1次。这种探视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说明是毛泽东动了恻隐之心。对习仲勋定性开始松动了，加上习近平个人的努力，以及他和周边的农民和干部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他很快开始得到当地的重视。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忆说，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技工员、农技员。渐渐的，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儿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16、17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儿也都找我商量。不过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一桩差一点让习近平在梁家河的小河沟里翻船的意外事件。习近平有一次托一位当地干部捎带一封信件给住在另一个大队的知青雷荣生。雷荣生也是北京来的高干子弟，正在等待推荐上大学。不料这个小干部将信拆开看了，这一看不得了，信中竟有辱骂江青的字句。这篓子捅大了，把习近平和雷荣生吓得不轻。那时候江青和4人帮正红得发紫，妄议江青更是枪毙100次都够格的罪名。
习近平和雷荣生两人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计策。他们拿出2件当时最时髦的军大衣送给此人。军大衣既气派又保暖，价值不菲。棉军大衣就很贵，酱效呢军大衣更贵。习近平用2件军大衣行贿，封口保密，也算是破财免灾了。还有一件事也对习近平日后入党和上大学产生了重大作用，就是当年支持批准他入团的公社团委书记成了习近平的死党以后，后来担任了公社的知青办主任。他看到了习近平档案中的黑材料，不是习近平原来所在的北京八一学校写的，而是习近平母亲齐心所在的中央党校写的。据习近平说，黑材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的夫人曹一欧主使的。这些黑材料由于来自中央党校，其分量是很重的，可想而知，有这些材料装在习近平的档案里，习近平要加入共产党或者被推荐上大学会非常困难。幸运的是，习近平的死党不仅看到了这些黑材料，还给拿出来让习近平看了，而且把这些黑材料一把火给烧了，清除了习近平政治发展的潜在障碍。1973年，习近平的机会来了。当时的延川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让只有20岁的习近平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派到另外一个公社的赵家河大队进行整社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了在政治上扶持他，为他更上一层楼铺路。果然，社教工作队的工作结束以后，基层共产党组织就再一次向上级的县党委提出习近平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因为习近平已经递交了10份入党申请书，都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而被拒绝。当时尽管习仲勋尚未被解除监管，但是也没有最后下结论是走资派，而且习家人每年都可以在北京聚集一起看望他了，这些显然都给了延川县党委让习近平入党的理由。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时的中共延川县委书记申毅的父亲和2个叔叔都曾经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在红军时代的部下，牺牲在战场上，因此他对习近平格外关照。在他直接干预下，1974年1月，只有20岁的习近平被批准入党。入党的同时，他马上担任了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原来的村支书改任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就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或者村委会主任。当时正好各地农村开发沼气，习近平审时度势，率先去四川考察沼气的开发利用，然后回到梁家河率先开发沼气利用。后来又出了其他的增加农民收入的点子，从此习近平成了当地的名人，干部群众都听说他是陕西出身的老干部高官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也留下了摆拍的新闻照片。上大学一定是习近平从小就有的志愿。文革中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后，1973年，习近平所在的陕西省延川县也有了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本来那时大学招生不需要进行文化考试，只需要所谓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就可以上大学的。但是1973年，邓小平在文革中复出，在他的努力下，大学招生除了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之外，加上了文化考试。所以
习近平在1973年也参加了大学招生的文化考试，但是当时习仲勋还在被关押中。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实际上，大学招生的文化考试在当年被文革派借着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而取消了。所以，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并没有真正实行过以文化考试成绩作为入学参考的做法。尽管第一次上大学的尝试失败了，但是习近平要上大学的心愿没有丝毫减少。1974年，习近平加入共产党，还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推荐上大学的条件更成熟了。因为那时很大比例的工农兵大学生是党员。习近平回忆说，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于是在他入党和当党支部书记的第2年，1975年，他再一次争取上大学。这一次，清华大学给延川县2个名额。习近平报名时让他报3个志愿，他只认清华一所学校，3个志愿都填了清华大学，他没有报任何一个和农业有关的大学。清华大学是理工科大学，和农业专业基本不沾边。习近平想借着上清华大学的机会回到北京，当然也可以圆他的大学梦。他唯独没有想过的是以后再回到梁家河或者延安地区。就是在这一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终于解除了监管。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案子作出指示说，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1975年5月，中共中央向习仲勋宣布，他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习仲勋被下放到河南省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夫人齐心和除习近平以外的3个孩子都被准许到洛阳和习仲勋住在一起。在习近平在梁家河争取上清华大学期间，习近平回忆说，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直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 3个月，正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石群、谢静怡都不在家。石群和谢静怡属于文革派，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刘冰当时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后来在邓小平文革中第2次被打倒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打倒。习近平还提到，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为什么习近平说这是个土证明呢？因为这个证明并不是以洛阳耐火材料厂的名义开的，因为当时习仲勋并没有被解放恢复工作，他还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如果耐火材料厂开出正式的证明，在当时还是存在相当大的风险的。这个土证明实际上是延川县委向洛阳耐火材料厂发出外调函，而洛阳耐火材料厂找到5名与习仲勋关系比较好的干部，以个人签名的方式出具了一份证明信。其实这封证明信并不具备官方证明的效力，但是居然生效了。因为曾经力推习近平入党的中共延川县县委书记申毅再一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和当时主管延川县大学招生的县委副书记雷增寿力主推荐习近平上清华大学。中华魂网2018年4月1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习近平的伯乐》一文记述说，习近平临行前去申毅家告别，
申毅的老伴儿做了一碗家里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的红烧肉款待他。申毅给习近平的叮嘱：第一，回北京路过洛阳，先去看一下你父亲，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第二，告诉你父亲，这个县委书记和你一样，也是南梁的后代，我相信南梁的人不会反党，你父亲不会反党。申毅的父亲申世良和他的另外2位叔父都是习仲勋、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南梁陕甘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并先后牺牲在了战场上。第三，我不送你上大学，心里过不去，对不住南梁人。习近平终于离开了他被迫生活了7年的梁家河，回到他日思夜想的首都北京。他对梁家河的感情是复杂的，尽管他是被逼无奈才来的，他也时时刻刻都想着有朝一日离开这里。然而这里毕竟是他当年走投无路时的避风港，这里的乡亲们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人的温暖，家的感觉。毕竟这里是他入团入党的地方，是他在政治上起步的地方，所以习近平日后飞黄腾达之后，也对梁家河村和昔日的农民朋友们施以援手。1993年，当时担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可谓衣锦还乡。但是他对梁家河依然那么落后，那么贫穷，感到相当的吃惊。可以想象，习近平在1969年到梁家河的时候，已经对那里贫穷落后的情况十分吃惊，也知道那里几乎就是个流放之地。在他离开那里18年之后的1993年，在中共建政40多年以后，曾经的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地区的一个村子，竟然还那么穷，连电都没有用上。本来那次习近平原计划在那里停留3天，结果他只停留了1个小时就离开了。但是习近平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梁家河出了几分力。习近平自己回忆说，我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后来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的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我请求当地领导给予帮助，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困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儿是我们应该做的。在这一点上，同习近平之前的中共领导人相比，包括对于自己家乡或者故地不闻不问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相比，习近平的做法大相径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延安地区需要习近平动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改善经济状况，这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尴尬。对于习近平在文革中在清华大学里的情况，外界几乎一无所知。能够确认的只有一点，就是他和中共中央第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党校校长陈希在清华大学期间是同班好友，在宿舍中住上下铺。我们无法确认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是否学习努力或者优秀，但是他的好友陈希应该是学业优异，因为陈希1979年9月考中清华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系硕士研究生，这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首次以专业考试成绩为标准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想必陈希的确具备真材实料。至于习近平，197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既没有从事他所学的化学专业工作，更没有按照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分配原则回到陕西，而是通过母亲齐心的推荐，
直接穿上军装，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国防部长耿彪的秘书，从此开始了他正式从政的生涯。